如果可以选择，你愿意成为迈克尔舒马赫的儿子吗？相信大部分人听到这个问题时肯定会笑出声。还有这种好事，谁会不愿意呢？要知道，迈克尔舒马赫是全球最富有的运动员之一。96年加盟法拉利时，开出的工资便已高达4年9100万英镑，而5连冠后期，车王的年薪更是直逼4000万欧元。如果算上广告代言费和法拉利相关纪念品的提成，7冠王2004年1年的收入就已经超过8000万欧元，这还没算个人其他领域的投资收益。同时，舒米还是 F1 历史上最成功的车手，他不仅带领法拉利完成了复兴之路，更是推动了 F1 这项运动的大发展。最关键的是，成为车王的儿子将可以得到舒马赫的亲自指点。所以有钱有资源还有行业第一人的言传身教，有谁会拒绝这样的好事呢？但是真的有一个人，他曾一度不希望甚至非常抵触拥有舒马赫这个传奇的姓氏，他就是车王之子，刚刚失去 F1 正式席位的米克舒马赫。第一次在直播中看到米克时，我的反应是他就是车王之子啊，长得很帅，但是似乎并没有那么像舒马赫，至少比起姐姐来差点意思。没想到舒马赫的儿子也已经在开 F2 了，并且看这个架势进入 F1 只是时间问题。想当年看他老爸开着红色法拉利风驰电掣所向披靡的时候，自己还在读初中，一晃已经20年了。而自从舒马赫13年出了那件事之后，我们再也看不到意气风发的车王在众人面前谈笑风生了。而现在舒马赫家族后继有人，一个伟大的姓氏即将再次进入 F1， 这项运动将因此得到更多的关注。但鲜为人知的是，作为 F1 最具影响力的车手，迈克舒马赫却并不希望下一代从事赛车，他甚至希望儿子去打网球或者高尔夫，因为他明白自己的成就越大，儿子的压力也就越大。但很显然，舒马赫低估了自己车王血脉的强大影响力。当3岁的米克爬进玩具车开到起飞时，子承父业的剧情已不可避免地提上日程了。2008年，米克以母亲的姓氏参加卡丁车赛事，因其为人低调，加上保密措施做得非常好，所以外界媒体并没有特别关注到车王之子的存在。在这样的环境下，米克得以享受赛车带来的纯粹乐趣。可惜好景不长，2013年12月，迈克尔舒马赫在法国梅里贝勒滑雪场遭遇事故，颅脑重创，虽经积极抢救保住性命，但状态与植物人无异。失去了父亲的庇护，米克的赛车生涯充满了未知和挑战。2015年，深思熟虑的米克选择改回复姓，征战德国 F4。原本这只是一名普通车手的菜鸟赛季，但舒马赫的姓氏却让媒体记者闻风而至，长枪短炮将他围得水泄不通，就像当年的父亲一样，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吃个饭有人拍摄，休息时也没有隐私。比赛转播中有他的画面时，解说员都会特地强调好几遍，他就是车王的儿子。面对外界的过度关注，米克不得不收敛自己的情绪，并妥善管理好面部表情，在得意时不能放浪形骸，沮丧时不能意志消沉，一言一行绝不能仅凭个人好恶，只因他是车王之子。一个16岁的少年仿佛被戴上了预先设定好表情的面具，而这只是他方程式比赛的第1年。随着米克的成长，媒体们开始积极炒作舒马赫重返 F1 的热点，和父亲相关的纪念活动基本上都有儿子的身影。一开始米克还备受鼓舞，甚至有些兴奋，但时间久了，他开始感受到被父亲巨大成功笼罩下的压力感，因为相比之下自己实在是太弱小了。在 F3 和 F2 的第1年，米克仅仅取得10名开外的成绩，但他得到的关注度却比冠军更多。可记者的提问几乎都是关于自己的父亲，也就是说，如果他的姓氏中没有舒马赫，那他将无人问津。车王之子的身份逐渐化身为一把双刃剑，而朝向米克的那一面显然更加锋利。在接连获得 F3 和 F2 年度冠军之后，米克终于进入 F1， 签约哈斯成为21赛季的正式车手。但是他身上的压力并没有消失，而 F1 的赛车显然更难驾驭。即使在经历了1年的锻炼之后，米克依旧在22赛季事故不断，哈斯的修车费用也是位居10支车队之首。这样的表现让以前本就对米克的冠军抱有质疑态度的人们又开始搬出法拉利技师特调的理论。我们并不知道米克的心态有没有因此受到波动，但他的正式席位的确受到了影响。22年收官战前，哈斯车队官宣下个赛季车王之子将离开哈斯，而其他车队并没有与米克签约的意向，这也就意味着车王之子的 F1 生涯将暂时落下帷幕。米克的遭遇令人感到惋惜，虽不能说车王之子的 F1 生涯就此结束，但被车队开除无车可开的境遇的确是7冠王的父亲当年没有遇到过的。这也许就是舒马赫当年最担心的事情，自己的儿子可能资质平庸，但却要顶着一个沉重的姓氏被人指指点点度过余生。这也许就是米克的宿命，也是舒马赫一族的宿命。我很想说一些鼓励的话，但事实就是一旦离开 F1 是很难再回来的，更不用说争夺冠军了。这不是普通的游戏，是世界上最残酷的运动。如果有一天他能够重返 F1 并最终获得哪怕1次分站冠军，那么我相信这将与他父亲的故事一样青史留名。有人说这不太可能，说实话的确很难，但30年河东，30年河西，未来的事情谁知道呢？